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垫一张 A4 纸，这样的话就不会透下面的图了。这张图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内部的构造。在胸骨上端2个锁骨头下边，这里呢开始向后画一个圆形，这个圆形呢跟颈部差不多粗，这个可以判断为它胸腔的上端。然后在这个部分，它的宽度基本上就是胸腔的宽度，所以说呢，我们又确定好了胸腔的下端，在整个腰部最细的这个地方就是胸腔最下端。那么整个胸腔在人体中就大概就确定了。然后根据它这个胸骨的朝向，判断出来，胸腔的朝向，然后胸腔下端的开口，胸腔两侧的轮廓用一种自然流畅的连贯的弧线把上面和下边相连。这个角度呢比较偏正，不是纯正。然后它前面的这个中间的部分，后面这个中间的部分略微错开一点点。如果纯正的话，这2个位置就对上了。然后在它手臂往上抬的时候，这个锁骨也在往上抬，所以说锁骨的这个趋势拐到了上面。好，那么这个骨骼结构呢，我们就分析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剩下的通过外形来看它的肌肉结构。我们先看胸大肌，抬起来的手臂，肩三角肌呢就往后走了一些，所以说前面看到就少了。我们先来看胸大肌，胸大肌和肩三角肌是一起绕过去，绕到了手臂的另一侧的。然后胸大肌下面这里是被拉平了的。然后再看一下另一侧，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强壮，所以说他的肌肉呢还是有一定的发达程度的，还是比较厚的。这个时候他的肩三角肌露出来的能看到的就比较少，而且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那个肩窝那种三角形的凹面也看不到了。在这个动作下，肩三角肌和胸大肌的造型呢相对来说比较融合。你看这边呢，它们俩之间就没有太清晰的这种边界了。这里是它的斜方肌，看到的就比较少了。这里是胸锁乳突肌，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肱二头肌，肱二头肌的下边，这里呢是会肱肌，是一个三角形。然后从会肱肌的下边穿出来的是背阔肌和大圆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暂时先不去画，先把这块的关系交代一下就可以。像这种抬起来的手臂，一定要注意肩三角肌和胸大肌绕到圆柱后边的这个关系。圆柱在前，这个被拉扯过去绕过去，它们结束点在后，这个关系要交代清楚，这个动态的感觉才能出得来。就像下面的这张图，此时此刻它的胸大肌是这样的啊，胸大肌结束点被拉拽到圆柱的另一侧了，到这结束看不到。然后胸大肌的这里呢被拉平了，因为它手臂呢还是抬起来的，这一侧相对来说没有被拉起来，下面的这个厚度就要更厚一点。这个是动态让这个造型产生的一些变化。